这是韩国2022年的最新大片，也是韩国第一部航空类商业灾难片。卡斯阵容堪称天花板，炙手可热的戛纳影帝宋康昊、好莱坞韩国王牌李秉宪、影后全度妍以及演技派金南吉等等。早在2021年，影片就已经入围了第74届戛纳电影节非竞赛展映单元。故事包含的元素非常丰富，囊括了生化危机、密闭空间逃难以及航空危机。而片名非常宣言，其实是一种航空术语，是飞机面对前所未见的灾害状况时而发出的信息，预示着飞机必须紧急降落。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故事。熙熙攘攘的韩国机场，旅客们正在有序流动。然而，这个西装男人却举止怪异。他来到空无一人的卫生间，用刀在腋下割开一个小口子，将一个小玻璃瓶塞进去后，再用线将伤口缝合。就在他整理衣服时，突然察觉身后的隔间里似乎有人。刚要开门查看，卫生间大门传出来了脚步声。载赫推着行李箱走了进来。隔间里的人正是载赫的女儿秀敏，因为女厕所大排长龙，她不得已才跑进了男厕所。载赫曾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，现在却害怕飞行，失去了这份光荣的工作。至于具体原因，咱们后面再说。女儿秀敏患有湿疹，为了给她看病，载赫这才拼命克制住恐惧，登上了前往夏威夷的航班。西装男担心秀敏会泄露自己的秘密，便主动过来搭讪。当看到秀敏对载赫耳语几句后，他顿时变得格外紧张，甚至试图盘问。察觉西装男不太正常，载赫连忙拉着女儿走开。安检时，西装男拿起手上的喷头设备，谎称这是治疗哮喘病用的，而机场工作人员也没有起疑。乘客陆续登机完毕，飞往夏威夷的航班即将起航。与此同时，警方接到群众举报，一个神秘男子在网上发布威胁视频，声称要在今天袭击飞机，但他没有透露具体是哪一架飞机。警察以为这是恶作剧，但刑警老宋却觉得事情不太对劲，立马着手开始调查。不久，几个孩子跑到警局，说这个男人就住在他们小区。得知这一线索，老宋立刻带队前往现场。男人家的门是开着的，一股腐臭味迎面扑来。老宋惊讶地发现，这里竟然是一处生化实验室。角落里，一具裹着保鲜膜、血淋淋的男尸赫然出现在眼前。老宋赶紧联系法医同事，初步尸检发现，死者全身毛细血管破裂，还咳了不少血。综上所述，这是一起毒杀案件。随后，老宋在这里发现很多录像带，打开一看，竟是记录实验过程。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致命病毒，无法在溶液中生存，所以冷冻成了粉末状。男人的实验目的是在一次次缩短病毒的潜伏期，只要在密闭空间喷洒粉末，里面的活物都会中毒，最终静脉爆裂、内出血而亡。不管男人的袭击目标是哪个航班，后果都是灾难性的。至此同时，载赫也登上了飞机，一转头，他吃惊地发现西装男居然也在这架飞机上。飞机起飞后不久，西装男起身走进了卫生间，忍痛从腋下伤口取出之前藏好的小瓶子，驾轻就熟组装好了一个喷雾装置，里面的白色粉末正是警方发现的致命病毒。他将粉末肆意喷洒在卫生间的洗手台和换气口，结束之后，他一脸得意地走了出来，恰好碰到秀敏，想要去卫生间嘘嘘。西装男笑着侧过身子，示意秀敏可以去卫生间。就在秀敏准备开门的时候，忍不住喷薄之意的胖哥非常不礼貌地抢先一步走了进去。眼看眼前的小姑娘逃过一劫，西装男来了兴致，弯下腰悄悄和秀敏耳边说了些什么。至于抢坑成功的胖哥，才发现卫生间里弥漫着不少灰尘，他不耐烦地拨弄了几下头发。等到胖哥回到座位，仍一脸嫌弃地拍打着身上的灰尘，恰好加速了病毒的扩散。另一边，乘务员来到卫生间，摸了摸洗手台上的粉尘，还不忘闻了闻。殊不知，飞机上的空调已经把这些致命粉尘吹向了飞机的各个角落。坐在载赫旁边的小伙子正在播放男人要袭击飞机的视频，他以为有人在恶作剧，载赫却一眼认出视频里的男人就是西装男。意识到大事不妙，载赫赶紧带着视频去找机组人员。现在这个危险的男人就在飞机上，而且他还告诉秀安，飞机上所有人都快要死了。乘务长表示会密切关注西装男的一举一动。
午饭时间，刚才清理卫生间的乘务员正在为机长准备牛排套餐，他哪里知道沾有粉末的牛肉就这么被机长吃进了肚子。老宋这边他已经查到线索，西装男曾在一家跨国制药公司担任高级研究员，4年前突然辞职，几个月前西装男的母亲也因病去世。老宋赶到机场，要求尽快抓住西装男，然而飞机上根本没有警卫。此时有毒粉末的作用已经开始显现，胖哥十分难受地来到卫生间，接下来的一幕让他目瞪口呆，先是流鼻血，紧接着眼球里的血管突然爆裂，他慌张地跑进机舱想寻求帮助，可下一秒便吐出一大滩血，随后双腿一软倒在了地上。乘客里的医生赶紧过去查看，发现他已经一命呜呼。载荷意识到胖哥的死一定跟西装男脱不开干系，愤怒地冲出去和他扭打在一起。混乱中，西装男腋下的伤口彻底暴露。得知罪魁祸首之后，机舱里的乘客合力将西装男制服，而西装男在挣扎间仍然不忘向着四周喷洒病毒。这一下，整个飞机上再无一人幸免。驾驶室里收到了老宋从机场发出的讯息，副机长第一时间到机舱查看。然而，此时的机长也出现了咳嗽症状，并且手上长出了红色水泡，显然已经被病毒感染。听说机上1人死亡，老宋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原来他的妻子也在这架飞机上。很快，飞机上的人因为吸入粉末，全都开始咳嗽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青瓦台危机处理中心第一时间成立应急小组，他们打算从制药公司开始调查。但由于总部在美国，该公司并不配合，再加上西装男早已辞职，那么他们和这次空袭事件就更加没有关系了。青瓦台磨磨唧唧的办事节奏实在让老宋坐不住，他强调这种病毒不仅毒性强，而且传播速度极快。老宋提议和西装男进行谈判，要是能满足他的要求，或许就能拿到解药。然而这个想法还是太天真了，西装男根本就没想过活着离开，他是铁了心要飞机上的150名乘客一起陪葬。更可怕的是，最高感染的机长就在刚刚毒发身亡。飞机失去控制，立马结束了平稳的飞行姿态，开始在10000米高空中不断翻滚，顿时机舱里乱作一团。还没来得及回到座位上的乘务员以及没系好安全带的乘客，身体狠狠拍在了机舱壁上，有的人甚至当场被拍晕了过去。飞机近乎90度朝着海面急速坠落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载荷与副机长赶到驾驶室，奋力改变了飞机的方向。坠机风险暂时解除，乘客们仍心有余悸，而西装男也已经领了盒饭，这下解药彻底没有了。一时间，应急小组也束手无策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飞机里混乱的场面被有些乘客拍了下来，上传到了网上。恐袭事件经媒体报道发酵，瞬间上了大热门，引起舆论一片哗然。迫于压力，航空公司和青瓦台不得不召开记者会做出回应。当乘客得知致命病毒正在飞机上扩散后，瞬间陷入巨大的恐慌。更可怕的是，不断有乘客因为感染而倒下。清理卫生间的乘务员很快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后死去。即便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乘务组，心态也彻底崩坏。为了把伤害降到最低，需要隔离所有感染者，凡是发烧、皮肤出现小水泡的，都前往飞机尾部。条纹男指着秀明手上的湿疹，非说是水泡，还让他们拿出医学证明，否则就赶他们去机尾。尽管载荷不想过多理会，可周围人却投来怪异的眼神，这样的目光令秀明感觉不适，希望父亲带他去机尾。载荷为了女儿的安全，并不想这么做，然而他的坚持却遭到条纹男的极力反对，而其他人的一言不发更让载荷感到绝望。最后两人不得不妥协，狭小的空间里挤满了感染者，做好简单的防护，载荷和机组人员一起想办法帮助他们。老宋这边他不想坐以待毙，冒雨找到制药公司，希望能从这里拿到解药，可由于证据不足，警方并没有拿到搜查令，最后被人拦在门口。双方一言不合，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。飞机申请在美国机场紧急降落，谁知对方一听是出事的航班，毫不犹豫拒绝飞机入境。应急小组多次与白宫沟通，最后都以失败告终。虽然不愿意，但副机长不得不听从命令，准备折返韩国。泛黄的落日余晖洒进机舱，但它带来的并不是希望。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，感染者们彻底绝望。
在死神面前，人类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，感染者一个接一个痛苦死去。就在事态陷入绝境之时，老宋突然接到制药公司员工打来的匿名电话，对方表示公司里有个叫阿伟的员工与西装男合谋。根据线索，老宋找到阿伟住处，谁知他竟跳窗逃跑，还抢了外卖小哥的电动车一路逃窜。老宋在后面飙车追赶，不料在路口因车速过快和公交车撞了个正着，汽车当场侧翻。顾不上疼痛，老宋连忙爬出车厢。闹出这么大动静，阿伟不敢再逃。他告诉老宋自己并无恶意，是被西装男给骗了。几年前，制药公司收到一份来自中东的变异病毒，不仅感染性强，还能让人体出血，总之极度危险。西装男曾带领组员研究病毒，结果发生意外，暴露在了病毒之中。最后只有西装男和另一位组员活了下来。组员后来报了警，他认为是西装男故意让大家感染的。为了平息事态，西装男被公司解雇。可是不公平的指控与待遇却让西装男心理扭曲。为了报复社会，他对阿伟大打感情牌，诱骗他从公司偷来病毒样本。此时飞机上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，连副机长的手上也出现了水泡，留给他的时间已然不多。从载荷与乘务长的对话中得知，他曾经不仅是飞行员，还是优秀的机长。一次飞行事故中，塔台建议他所在的飞机返航，但载荷却坚持迫降。虽然乘客都活了下来，但2名在机尾的乘务员却因为帮助他人，没来得及逃出着火的机舱。其中1名乘务员正是副机长的妻子。这件事让载荷深受打击，自此中断了事业。副机长把载荷叫到驾驶室，让他做好随时开飞机的准备。另一边，法医利用在西装男家里发现的尸体，成功培养出了病毒样本。老宋拿着病毒的结构照片找到幸存的组员，自从被感染，他一直在医院接受治疗，经历了痛苦，简直生不如死。组员确定这就是制药公司的病毒。掌握这一证据，应急小组出面施压，如果制药公司不配合，就让他们破产。听到这儿，对方只能乖乖配合。庆幸的是，他们拥有抗病毒元素和成熟的疫苗。看到新闻，飞机上的人兴奋不已。就在所有人以为胜利在望时，新的危机出现了。副机长吐完血，告诉载荷，飞机燃料不足，能不能飞到韩国是个未知数。安全起见，副机长决定降落在日本成田机场。然而控制塔台看见他们的航线发生变化，瞬间慌了。和美国一样，日本同样不允许他们降落，要求飞机立刻离开其领空。不仅如此，为了驱逐他们，甚至出动战斗机加以威慑。副机长不愿放弃，可下一秒示警飞弹射了过来，飞机上的人吓得惊声尖叫。眼看这一招不起作用，日本再出狠招，试图让战斗机撞向飞机机头位置，要么离开，要么同归于尽。极限拉扯的最后一刻，副机长成功拉升飞机，虽然暂时安全了，但他自己却支撑不住，陷入昏迷，机身随即发生了偏转。见状，载荷时隔多年再次拉动了升降杆。事后，日本政府就拒绝飞机入境做出解释，他们认为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保护日本国土安全。虽然韩国方面已经找到解药，但病毒经过西装男的研究，可能已经变异，解药是否有效还无法确定。这一消息让飞机上重燃希望的人们再次心如死灰。对此，青瓦台内部也出现分歧，有人提议一旦飞机落地，先将所有人隔离，再进行治疗。也有一部分官员不愿冒险，如果解药真的失去作用，这些人回到韩国，无疑会让所有国民陷入危机之中。载荷联系韩国空军基地，询问到时能否降落，然而对方却并没有给出回应。直到韩国总统下达命令，空军基地才终于同意，并且派出4架战机一路护送。不料这一举动却引起韩国民众的强烈不满，他们拉起横幅跑到空军基地表示抗议，甚至与警察发生对抗行为。激进的抗议者更是在网上发布言论，建议用导弹击落飞机。病毒有40%的致死率，你们难道想杀死所有人吗？看着这些字字见血的论调，飞机上的人陷入了沉默。由于抗议者挤满机场，飞机没有任何降落的机会，只能在空中不断盘旋。面对全员感染的境况，大家陷入了沉思。如果真的无药可救，他们还要回到家人的身边吗？秀敏哭着找到载荷，问能不能不着陆，他不想伤害自己的朋友。经过复杂的心理斗争，大家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：飞机不降落。难道就只能这样了吗？
为了拯救妻子，老宋不顾阻拦闯入病毒实验室，要亲自试毒来验证疫苗的有效性。注射病毒后，老宋很快出现症状，躺在床上痛苦挣扎。病毒和疫苗正在他的身体里互相博弈，谁是赢家，没人知道。研究人员不停加大疫苗剂量，所有人都在祈求这奇迹发生。载荷通过无线电向地面传达了大家的决定。随后，飞机渐渐驶离韩国，他们开始和家人做最后的告别。就在所有人陷入无尽悲痛之时，实验室这边传来消息，陷入昏迷的老宋终于醒了，这说明疫苗是有效的。飞机无线电关闭，应急小组无法与机组取得联系。紧要关头，他们让守候在机场的家属们发送短信。收到信息的那一刻，飞机上的每个人宛如重生，载荷也重新打开了无线电。然而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，燃料所剩无几，已经无法飞到空军基地。结合风向，载荷决定在更近的圣武机场着陆。塔台担心飞机时速过快，到时会来不及减速冲出跑道。尽管如此，载荷并没有更好的选择。为了节约燃料、降低速度，他关闭机舱所有电控设备，引擎也一并关掉。可是速度还是没有降到预期值，于是飞机开始在空中滑翔。虽然飞行速度降低了，但下降速度却大幅度提升。很快，飞机低空掠过居民楼，照这趋势还不得撞楼。幸亏载荷经验丰富，在距离地面仅有600米时，拼命拉动升降杆，成功把飞机拉升起来。一阵剧烈颠簸过后，飞机在冲出跑道的最后一刻停了下来。故事最后，人们终于和家人团聚。可是老宋却因为注射过量病毒，落下严重的后遗症，需要漫长的时间去恢复。但如果重来一次，或许老宋还会这么做。影片秉承了韩国灾难电影一贯的风格，温情感人，堪称《釜山行》、流感以及中国机长的结合体。日本空中护卫队那一段，一股令人窒息的紧张感扑面而来。不管是灾难爆发之初，条纹男表现出的极端利己主义，亦或是刑警老宋的自我牺牲，都很难用对错来定义，一切皆是人性使然，有黑暗更有光辉。不过剧情上还是有 bug 的，最迷幻的就是燃油储备量。故事从一开始就强调能源不足，所以才有了迫降日本等情节，中间更是一度起起落落，但最后飞机还是成功着陆韩国，显然无法逻辑自洽。尽管如此，影片还是值得一看的，尤其是在疫情时代，看完这个故事不禁让人陷入思考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